去面试，写作业跟准备面试。今天早就开完一个会，有2场面试，然后这周有5场。但是我这学期的面试周睡不太好，然后头好痛。醒来之后，然后肚子就很痛。刚刚又面试完啦，准备下一个面试。面试前压力超级大，就是最近真的好忙哦，就是也有好多功课要写。这1-2个月一直在投履历跟面试。我的大3要结束了嘛，就我要升大4了。大3下加旁听是24学分，旁听的是日文，因为我日文3上学期的时候没有抢到，破掉旁听的话21学分。题目要提早开始准备，而且还有期末专案，就是商管城市设计这堂课。我们做的东西是一个台大美食的导航网站，分成3个组，一个是抓资料的，一个是做排序跟筛选功能的，然后一个是做前端界面。当然我是负责前端界面。我觉得其实成长的幅度算蛮快的吗？可以让我觉得学到好多东西，强迫自己在那个必须要做的环境里面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学起来的感觉。台湾我以后才有飞日本。所以买了一个小蛋糕。我这个礼拜开始录 vlog， 没有一个人要毕业，然后拍这个。是早上9点半，我在和平高中外面。我大2修的散文课助教跑来和平高中当老师，找我今天来他的2个任课班，分享说学习上或是科系选择上的一些经验。上助教课了，今天是期末的复习。这后面我们都在做专案，练的题目变得很少，不知道他期末到底会怎么考。就这3天假日都跟我男朋友约读书这样，其实我这个节大部分时间在念书。今天是期末考的第1天，礼拜1，然后刚考完1科，晚上是第2科考程式。怎么看起来那么老啊？考完第2科，就上礼拜上的助教课，大部分题目都有命中。考完第3科，写了满满4面，然后想说很酸。学期的最后1周都是以考试作结，比较没有机会跟相处了4个月的同学好好道别，只是一心盼望着考试尽快结束。我说我真的很笨，别人很快就上手的东西，我弄了那么久都还是没有办法搞定。他说他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所以比起发现自己的天赋不足，我更厌恶的是自己的半途而废。这4个月当中，我确实希望这学期如同过往的5个学期一样，倏忽即逝。在我觉得课业压力大的时候，在我投下不少的能被看见的履历的时候，看似得到了很多面试的机会，那是因为我投了大量的履历，我实在太没有自信，总往最糟的结果想，然后变得怯弱而战战兢兢，忘却自己真正渴望而有热情的事物，结果也是不尽理想。事实上我不晓得确切的原因，只得胡乱臆测。我生怕一切被否定，不是能力、精力，而是选择。不刻意讨好理念不合的人，不夸大能力，选择真实以对。我担心自己一直以来的选择是错的，担心被嘲笑，被评价为不过如此。不晓得为什么，我总感觉有一群人等着看我笑话，尽管我不知道这群人是谁，所以我想他们暂时还不会消失。我尝试过心理咨商，并在每次咨商完花2倍的时间记录对话延伸的想法，未能向心理师说出口的矛盾。他说不必急着去找解方，
但试着去解决也不是坏事。可是咨商本身对我来说，好像就是在寻求解放。校内的咨商只有6次，结束后我就忙于面试和考试，直到压力再度袭来时，我才又想起咨商，想得到立即的解药。我曾经很享受忙碌的生活，不必思考就被填满的时间，还有充实感。我想那时候的自己比现在快乐得多，直到我在某个瞬间体认到，那些满足感不过是在表层浮沉。实际上，当你问我真正的热情何在，我会和你说，我正在探索。意思是，我不知道。所有的繁忙都成了被动的逃避，而当我意识到不该借此逃避时，便只剩下疲倦和空虚。然后我觉得自己应该休息，应该保有余裕，多一点思考的空间。即使那时我错失许多曾经渴望的机会，而我却走回平凡、随处可见的道路。也觉得像我这样的人随处可见，一点也不特别。明明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么的不同。其实我总想着要为每个阶段下定义，仿佛无法定义就是没有意义一样。前几天我收到了3月在 TED 州摊位写下的明信片，我写说，成长都是很不可预测的，但仍然保持着期待跟希望。感谢自己在被充斥不确定性的深渊吞噬之前，选择了先拥抱不确定性本身。